荃灣西嘅全城匯當年咧係被形容為華懋嘅洗底之作之一嚟㗎。今集我哋一齊去睇睇。Hello， 大家好，我係 Micky。之前我哋都有嚟過荃灣西啦，參觀幾個樓齡比較新嘅屋苑。今集就會參觀啦樓價相對低水嘅全城匯。咁究竟點解呢？咁我哋就會睇啦屋苑兩個嘅放盤嘅，一個咧就係主打嘅兩房，另一個咧就係望到海嘅三房。其中三房嘅尺價咧就大概17000幾蚊到嘅。咁睇完之後咧，大家都可以下邊留言講下睇法，咁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㗎。仲未 subscribe 嘅朋友就快啲訂閱我哋 channel 同撳埋旁邊嘅鐘啦。點解會叫做洗底之作呢？以往華懋嘅樓盤都會有唔少嘅負面評論，但係隨住近年管理層變動，積極改革洗底，樓盤嘅設計風格同埋交樓質素都改善咗唔少啊！好似今集參觀嘅全城匯，就係華懋繼將軍澳海邊匯之後，另一個以質素比較有保證，起過唔少甲級商廈同埋超級豪宅嘅金門建築，作為承建商嘅樓盤。全城匯係同港鐵合作發展，屬於荃灣西站4個住宅項目之一。2018年入伙，樓齡大約6年，合共提供953伙，實用面積由427尺至到859尺嘅一房至到三房套單位。相對同期入伙嘅柏傲灣同埋海之戀，全城匯嘅規模係最細㗎，而且喺比較入嘅位置，並唔係臨海而建。部分座數嘅景觀會比前邊相隔一條馬路嘅海之戀遮咗。為咗增加望海單位嘅比例，發展商都刻意將近似私營排列嘅7座物業採用階梯式興建，每座嘅樓宇高度逐一遞增，由16層去到45層不等。雖然多咗單位望到海景，不過向住呢個方向嘅同時會正對荃灣公路，尤其以前排第2座同埋第3座嘅三房單位最受影響，所以有啲單位都設置咗緊窗嚟去舒緩噪音。三房佔屋苑總伙數大概36%，雖然並唔係主打戶型，但係景觀普遍都比起超過一半嘅兩房戶優質。因為就算喺後排嘅座數，發展商都會將高層冇俾前排座數遮咗嘅向海單位改為三房開則，令到絕大部分嘅兩房戶都只係能夠望到內園景或者附近嘅市景同埋樓景，變相壓低咗樓價。咁喺呢3個屋苑入邊嚟講呢，唯獨係全城匯，如果超過500尺呢，係冇乜海景嘅。尤其是如果最近成交到嗰啲呢，基本上全部都冇海景嘅。咁如果一個比較起上嚟，900零萬，譬如我哋啱啱做過海之戀啦，都去到930萬，全海景向南咁樣啦。咁冇海景嘅時候，咁通常買家就會係有少少折扣咗，咁所以令到全城匯最近做嗰啲單位呢，都係一定係低於900萬咁樣。兩房主要分咗4款開則，前排嘅3座都係冇玄關，主人房設工作平台嘅一款，實用面積由518尺至到536尺。去到後排嗰4座嘅兩房，主人房基本上都冇工作平台，其中大概430尺上落嘅細兩房更加係冇露台㗎，而且亦都係全盤唯一設開放式廚房嘅單位。主要就分佈喺各座低至到中層嘅 B 室。同樣佔比唔多嘅，仲有呢一款開則，大概530幾尺，睡房採用歸邊設計，不過就令到廳區出現5門歸心嘅格局啊！呢種單位就分佈喺第5至到7座嘅中層，同埋第8座嘅低至中層。絕大部分兩房單位都係採用呢一款大路嘅開則，玄關設小走廊，睡房就沿住走廊入，實用面積由522尺至到538尺不等。我哋都揾咗一個呢一款開則嘅放盤同大家睇睇㗎，嚟自第7座，呢度一層有5伙，共用3部電梯。參觀嘅係一個低層嘅衣室單位，實用面積524尺，業主而家嘅叫價係950萬，尺價大概18100幾蚊。一入到嚟咧就會有個玄關位啦，不過其實見到咧到門個位置咧已經係嚟到呢一度噶啦，咁所以變相如果要擺鞋櫃嘅話咧，只能夠喺呢邊嘅方向度延伸。呢個玄關有近22尺，都有啲嘥位㗎。不過就叫做入嚟客飯廳之前有一個緩衝位，喺度可以入埋廚房，曲尺型嘅工作台面、備餐同埋收納空間都充足。由於業主當年一手買入單位之後就一直放租，所以都大致保留翻原裝設計同埋發展商配備嘅家電。雪櫃、微波爐同埋洗衣乾衣機都係採用西門子，雖然保養得唔錯啊，但係難免都會有啲使用痕跡。轉出嚟就係長直型嘅客飯廳，呢度闊2.6米，有大概138尺，樓底就高3米，都幾好擺嘢㗎。客廳相連咗22尺嘅露台，旁邊有窗，唔使次次都打開露台門通風。
單位向北外望市景，咁雖然位處低層啊，咁但係好彩前邊係灣景廣場、荃灣廣場同埋荃灣大會堂等比較矮嘅建築物，咁所以感覺都唔會話太壓迫，亦都能夠遠望到大帽山山景。我哋入去睡房睇睇啦，兩間都同客廳同向。呢間房咧就大概51尺度啦，咁都幾大下噶，咁而且有大隻窗啦，所以採光係非常之好。咁喺家私擺位方面啦，咁如果係我嘅話，咁都會將單人床咧就靠窗邊擺啦。咁另外呢度咧就會放書台同埋衣櫃。至於盡頭嘅主人房大約81尺，雖然冇預留到凹位嚟放衣櫃，但都叫夠位放完一張6尺大床之後，再擺多張細嘅梳妝台。最後我哋睇埋浴室啦，面積中等，設計都冇咩特別。門口右邊係洗面盤，上下都有櫃儲物。至於左邊就係浴缸，咁都有加分位嘅，就係浴室有窗有利通風。但其實喺全城會啦，除咗第1至到3座嘅兩房，同埋啱啱講過設開廚嘅細兩房之外啦，其他兩房都係名次嚟嘅。業主喺2017年以791萬買入單位，如果成功以而家嘅叫價950萬賣出，帳面可以賺到159萬。持貨大約7年，單位升值咗大概2成，跑贏大市同期大概1成嘅跌幅。不過睇翻近期同座同處嘅兩宗成交，咁佢哋都只係高放盤幾層嘅啫，就分別作價865萬同埋880萬。而銀行對於放盤單位嘅估價亦都喺900萬內，咁介乎815萬至到867萬，咁意味住叫價比起估值高近1成至到大概1成6。咁業主嘅開價似乎有啲進取啊。基本上我哋都係850左右，去到900萬嘅成交咯。最近成交一個咧431尺。一個係做咗828萬，咁係一個6座嘅中高層嘅一個 B 室單位嚟嘅。咁佢首先會係望到係一個荃灣公園景觀係開揚啲，咁個價錢仲可以做得好啲。純粹講一個開價嚟講咧，佢一定係比較進取少少。但係其實佢如果喺1年前咧，佢係有機會做到，因為譬如上一年嘅5月份左右啦，我哋平均都係做緊啲大概1000萬或者900尾咁樣嘅價錢。而呢個單位咧係其實由上年嘅大概8、9月開始放咧，咁當時放盤係1050啦，咁係都接近翻當時嘅一個嗌價啦。咁當然隨住個成交啊同埋嗰個市況之下，咁有不斷嘅調整啦。咁而家嘅價錢就會去到相差咗有幾十萬嘅一個分別咁樣。不過喺而家嘅市況之下，買家係咪願意以呢一口價嚟承接，就要視乎更加多嘅因素啦。如果以叫價計，假設借盡9成按揭，每供款大概係42000蚊，月入要求就要近85000蚊。如果係買嚟投資嘅話，以同類單位月租大概22000蚊嚟去推算，喺扣除管理費之前，租金回報率大概係2.7厘，高過新界區一般中小型單位大概1.6厘嘅水平。而間屋苑有大概20幾間500幾尺嘅兩房放盤，不過代理就話只有3間係叫價900萬以下。至於租盤方面呢，而家只有2至3個可以實際租出，如果係預租盤嘅話，叫租就由24000蚊起。但喺全城會3房都佔有一定夥數，雖然景觀普遍比起兩房開揚，但價錢同樣唔及海之戀。代理認為同屋苑開則亦都有關係。譬如話係呢個800尺或者係3房套700幾尺以上嘅話咧，海之戀有一個優勢咧，就係佢唔需要800尺，已經係做到一個3房套，再加埋個儲物室。咁喺呢個潛在嘅受眾入邊咧，會比較多啲客源咯會。咁如果我哋呢邊咧800尺、839尺都係得3房套，咁變咗咧真係要呢邊係買喎好或者租嘅客咧，咁會相對會少咗少少。咁會做又到嗰邊嘅成交咧，咁啊真係硬淨啲。如果係嗰邊一個700幾尺，大概最近成交咧就近1400萬啦，咁都接近2萬蚊嘅。咁如果呢一邊嘅話咧，800尺去到咧就係一個1400萬，咁咧就會爭咗都有2000蚊左右嘅一個尺價。同兩房一樣，3房都有幾款開則選擇。前排嗰3座都係面積比較細，大概700幾尺嘅3房套單位，陽關為一條長走廊，都幾適合做一大組鞋櫃同埋儲物櫃㗎。去到後排嗰4座嘅3房單位，全部都係800尺或者以上。先講夥數最少嘅開則啦，喺第5至到第7座嘅其中一層，會特別設有一伙3房連儲物室同埋一伙3房連儲物室及工人套房嘅單位，介乎800尺至到859尺，咁係冇玄關走廊㗎，直入就係客飯廳。至於其他3房，其實向海嘅單位普遍都同啱啱睇嘅開則相似，不過就冇咗儲物室，加返個套廁。
而向市景嘅3房套呢，就同前排嘅細3房差唔多，咁只係玄關走廊冇咁長。當然，我哋都揾咗一個放盤同大家睇睇啦，嚟自第8座高層。咁我哋啱啱都有講過啦，5至到8座去到高層之後會變質，咁所以呢度亦都變為1層4房。不過電梯數量就冇變到嘅。參觀嘅係 B 室，就面積801尺，業主最新嘅叫價1398萬，尺價係17400幾蚊。咁呢度一入到嚟呢，就係冇玄關位㗎，咁直接呢，就係長直型嘅客飯廳，感覺呢就更加四正實用啦。咁玄關櫃呢，就可以擺喺呢一邊啦，或者呢一邊牆身都得。不過要留意啦，咁因為咧呢邊係會有道門呢，就去到廚房啊。咁變相如果玄關櫃擺喺呢一邊嘅話呢，就唔可以做到去尾啦。客飯廳咧就闊大約11尺啊，咁所以其實喺呢一邊咧再擺個餐邊櫃，咁前邊再擺台啦，都仍然有唔少嘅走動空間嘅。不過如果係我嘅話咧，或者就會喺度擺張大嘅圓台啦。成個客飯廳有超過250尺，雖然樓底同2房一樣，同樣高3米，咁但係空間感已經好十足。上年嘅露台以趟門分隔，面積唔細㗎，有29尺，都夠位擺到凳出嚟坐下。單位向西南，因為高過前面嘅第1同埋第2座，所以能夠遠眺到南北落海峽。可惜拍攝呢一日就落完雨啊，所以個海影出嚟就麻麻地。我哋過返去門口嗰邊睇下個廚房，設有3邊工作台面，可用空間自然唔少。有冇覺得設計都熟口熟面呢？呢個單位嘅業主同樣一手買入之後就一直放租，咁所以都係一直維持住交樓標準。不過見到就算上到嚟3房啦，發電商配備嘅家電都係同2房一樣㗎，冇特別升級到。浴室同3間房都係傳統沿住走廊入，客廁嘅設計其實同2房都冇咩分別，唯獨呢一度係黑廁。對面嘅近廳房同客廳同向有近62尺，同樣唔細㗎，非常之四正，咁所以擺喺家私上嚟都冇咩難度。不過牆身就有啲明顯嘅痕跡啊，下手買家都要預留翻啲錢嚟執一執。旁邊間房係主人套房。呢間主人房呢個面積同啱啱嘅2房係差唔多嘅，都係大概81尺度。不過呢間房呢就會多咗個工作平台啦，同埋一個套廁嘅。咁喺家私擺位上面啦，咁如果都想望住海景啦，唔係望樓景嘅話呢，我都建議個床頭呢就會擺喺呢一邊嘅位置。咁另外隔離呢一度呢就係做衣櫃。相對客廁，套廁就冇咁多收納空間啦。不過就係明廁有窗通風。咁我最後睇埋間細房啦，咁相對咧就冇咁似正嘅，一入到嚟咧會先有條走廊啦，咁嚟到呢一個空間咧就大概52尺度，咁如果要用盡呢度每一寸嘅話咧，我都會建議咧業主可能係會做地台床啦，又或者做碌架床嘅。呢間房就扭咗向西北面望市景，咁雖然設有轉角大窗啊，但係其實有一大部分都係望住隔離嘅第7座，爭咁啲私隱都要拉埋窗簾遮一遮啦。不過呢一隻窗都有好嘅地方嘅，咁就係設有2扇嘅山窗，一齊打開之後就可以達到對流通風嘅效果。以往呢一款開則喺樓價未跌之前係可以做到最高1780萬㗎。業主喺舊年9月放盤，當時嘅叫價係1650萬，都貼近住呢一個範圍。但係隨住政策同埋市場氣氛轉變，加上新盤低價夾擊之下，都多次要調低價錢啦。去到最新嘅叫價1398萬，累減咗1成半。其實呢一口價業主已經要蝕讓㗎啦。佢2017年以大概1412萬買入單位，換言之，假設成功，佢以最新嘅叫價賣出，帳面已經要蝕大概14萬。單位期內輕微貶值近1%，不過都跑贏大市同期嘅跌幅㗎。睇翻啦，業主似乎都係有啲急住放㗎。參考4間銀行對放盤嘅估價，介乎1357萬至到1456萬，只有中銀係估唔足。而近期同類型單位嘅成交，喺幾日前同座極高層一個 A 室單位，實用面積850尺，多咗一間工人套房㗎，就以1560萬成交，尺價大概18000幾蚊。放盤嘅叫價係低近5%。嗰個成交單位同放盤同向，不過因為高啲嘅層數，所以可以望到更加開揚嘅海景，或者都係呢個層數嘅差別，先令業主願意有呢一個嘅折讓。如果以叫價計，假設買家借盡80%按揭，每供款要大概54000蚊，月入要求就要近11萬。如果係買嚟收租嘅話，以同類單位月租大概33000蚊嚟去計，扣除管理費之前，租金回報率大概係2.8厘，都高過新界區一般大中型單位大概1.7厘嘅水平。
咁代理就話，而家有大概20個嘅3房放盤，叫價喺1500萬以內。如果好似今集參觀嘅呢一款開積咁樣，就普遍由1450萬起步。咁而亦都會有啲盤咧，可能係會見到1150萬，或者係去到大概1200萬左右嘅。咁嗰啲會係1、2、3座比較矮少少嘅層數啦。咁其實佢買入價當時咧都係會咁上下價錢嘅。原因係有咧，就係望住向呢個荃灣嗰個高速公路嗰個位置咧，如果係貼近啲而有低層咧，咁都應該會有啲聲嘅。咁至於租盤方面呢，參考我哋28 House，暫時就只係有2間，叫租由34000蚊至到35000蚊不等。咁作為新式嘅屋苑，全城會都有設會所，不過就比較特別啊，分散喺唔同座數嘅地下層，咁所以每個空間都唔會話好大，咁但都提供咗唔少嘅康體設施㗎，包括兒童遊樂空間、健身室、閱讀室同埋室外泳池等。咁管理費係每尺大概5蚊。至於住戶車位方面，屋苑只係提供89個嘅私家車位，比例係11:1，都幾唔夠㗎。咁代理就話，而家車位月租大概係6000蚊，二手買賣價大概係250萬。不過一手車位都未賣晒嘅。雖然全城會就唔係位處鐵路站上蓋，但係其實經有蓋行人天橋行過去荃灣西站同埋隔離嘅荃灣西巴士總站，都係大約5分鐘嘅路程，而且沿路都有冷氣，夏天都冇咁熱。其實全城會嘅基座就已經係商場如心廣場2期，雖然唔大啊，但都有唔少嘅食肆同埋生活用品店等嘅鋪頭。荃灣成日都被形容為天橋之城，喺呢度都可以感受得到。商場幾個出入口已經分別可以經天橋去到如心廣場1期、灣景廣場、海之戀商場同埋啟德邨新村。之後再接駁其他天橋去到全新天地同埋楊屋道街市等嘅地方。所以買嘢同埋食嘢都有更加多嘅選擇。今集睇完呢2個放盤之後，大家又覺得呢個屋苑點樣呢？都可以下面留言話俾你知㗎，有機會獲得駕車禮券。最後中意呢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